Hello，大家好，我是跟我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自从我上一次有在视频里面去介绍 CoinEx 的那个针对华人的专属活动以后呢，有不少朋友是有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自己也有去参加。总体体验下来，就整个交易所的交易体验下来呢，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那现在整个市场也不算特别的好，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都比较凉凉有一些币呢也是跌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想，那要不就趁这个时间多讲一些基础的东西，一些科普的东西。那今天呢，我就想说，要不就借着我体验 CoinEx 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我自己已经走过了，然后趁热打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合约相关的一些科普型的知识。这一次呢，就拿 CoinEx 来做这个科普了，就不像之前用其他的一些交易所，大家可能看过我别的视频啊。一些科普型的那种指南型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比如说怎么样子去做那个套利就套资金费率等等，就很多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去看一看。OK， 回到正题，先说一下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正向合约和反向合约，非常基础的问题，非常基础的东西，但是却有很多人问。可能懂的人会觉得不可能，可是不懂的人，他可能做了1年的合约，他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正向合约和反向合约。那这里我说一下，就正向合约呢，就是用 U 来做你的保证金的一个合约，用 USD 也就是你的法币来做保证金的合约。而反向合约呢，是用 BTC 或者说用那个币，用那个对应的币，比如说它这里是 BTC 和 ETH， 就是用对应的币来去做你的保证金。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你的 USDT 是稳定币，它就是你的法币，你从你的生活中拿出多少钱放进去，放到交易所里面，它就能够呈现是多少的钱，这个钱不会变。当然你 USD 如果你本身是赚美金的人，它就没有差了。那如果你本身是赚其他币的人其他国家法币人，你可能会有汇率差、汇率波动，可是那个波动通常都不会太大，对吧？这个就是正向合约的一个特点。而反向合约特点呢，是你的保证金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这两样东西它本来就会涨跌，也就是说你的保证金会变多和变少。当上涨的时候，你的保证金它所对应的美元的价值，就 USDT 这个币的价值就会上涨。比如现在是31800的比特币，当它涨到6万的时候，你的保证金，假设你有一个比特币，它现在就是只价值31800美金，但是当它涨到6万的时候，它就价值6万美金，你就能开更多张数的一个合约这就是正向合约和反向合约的区别。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它在这里，它在 CoinEx， 它是一个怎样，它代表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就是它面向其实不同的一个用户群。应该说大部分人他们对数字货币可能并没有很充足的信仰，他们并不会持有很多的比特币，那他们会愿意拿 U 去做交易。那么这些人他就更倾向于去做这个 BTC USDT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对。但如果有些人他是喜欢他是信仰者，他相信比特币会有未来，那他可能会不断的囤积他的比特币，他想通过交易的方式是直接去把他的 BTC 去变多，这个数去变多，那他就可能会选择反向合约这就是它的一个区别。那一个交易所它有正向合约和反向合约呢，说明它的这个两边这两种合约的做事的机制都还挺完善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交易所，它一开始可能只有正向，或者它一开始只有反向它都是慢慢后来才去推出来另一种的。比如说 Bybit 吧，Bybit 最开始是只有 BTC USD， 也就是反向合约，它做了差不多1年多，快2年以后才推出来了 BTC USDT 这就是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到同时有正向合约和反向合约，因为它的做事机制，它需要有人去做市商比如说你们看到这里，看这个盘口，这个盘口也跟深度相关就是一个交易所它的合约交易体验怎么样，跟它的深度是紧密相关的。大家看到现在是 CoinEx 这边的一个交易深度，它这里呢经常会比如这盘口
现在是我按照一刀的差价来看这个盘口，这个盘口通常会有4个、10个、9个或者12个，就这样子闪过，看到没？看到没？就有时候闪过，这个就是盘口的一个深度。如果我们回去对比一下，比如说 Bybit 这边，它盘口呢是有差不多30、50、29、40、50，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盘口的一个数据量，代表什么呢？代表深度越深，肯定是你在交易的时候越顺滑，因为你开的单子会有人接过去啊，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接它，无论你是做多也好，还是做空也好，都有人去在你想要的价格去接它，那么就不会产生，如果你用市价单的话，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滑点。滑点意味着什么？滑点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会在开单的时候就小小的亏一点点啊，小小亏一点点。那只要盘口深度够深，那么你这种开单就亏的情况就会减少，对不对？你就会更直接的开到你想要的价格。这就是这个盘口深度，你们看到这个深度啊，这个深度的一个它代表的价值。那总体来看呢 ，CoinEx 这个盘口深度还 OK， 因为从用户量来说，毕竟这2个交易所不是一个量级啊，我一会儿可以稍微提一下。先说回这个合约的基础知识，然后第3点说一下这个杠杆的倍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合约交易所都可以去选择你要的杠杆，像 CoinEx 这边它是最多可以选到100，然后你可以有全仓模式和逐仓模式。全仓呢，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保证金都去作为你这个就是你的仓位保证金，你开了单子，所有的保证金都会变成你的保证金。那么如果你开单子比较小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剩余的保证金，就可以保证你会在很大的一个宽度里面都不会被强平掉。你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一个单子，我的强平价格是141981，就比特币涨到14万，我的单子才会被强平掉。那目前来看不太可能，对吧？这就是全仓的模式。而逐仓的话呢，那就是按照你的这杠杆倍数来去设了。比如说我刚刚单子开在了31900，那么它的强平价格就是32071，就很近，一下抖一抖就没掉啊，这就是全仓和逐仓的一个区别。那 CoinEx 这边也是，就是都有。然后再说一下K 线吧 ，K 线也是很重要的，特别对于我觉得对现货来说 ，K 线不是那么的重要。就你并不需要很高频的去操作现货啊，我是这样的风格，我认为不必要。但是如果你是合约的话呢，因为你加了杠杆，波动很大，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更花精力去看盘面。那盘面有个比较好的线，好的工具，那肯定是叫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像现在基本上一线的交易所，他们接的图表都是这个，你就看这有个这样的一个云的符号，就是 Chart by Trading View， 基本上都是用 Trading View 的图形。Trading View 图形你去画这些各种辅助线啊或者什么，像我自己是习惯用自然交易理论，所以我会画很多的，比如说斐波那契的通道斐波那契的回撤等等，我会去用这些工具。那一个交易所它能够接入它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很友好的一件事情，可以更方便你去在这个交易所去绘制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K 线的图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就它这里有一个合约的教程，这个也是我强烈推荐新手一定要看的一个东西。很多新手做合约是没有就他们没有基础，他不懂，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开单不知道怎么开，然后也不知道该开多少，怎么样子去调它的杠杆，就等等，他都不知道。那你很有必要去看一下这种基础的教程。这个 CoinEx 它有一套这样的视频然后看完视频还可以答题，就你可以先看一下视频，然後看完視頻之後，你再去答題。Hello, friends of CoinEx. OK， 我们先把它给经营掉，就是他会教你这些东西，一定看一下，特别是新手一定看一下。即使你是个老手，你也可能会有很多细节你不知道的，强烈建议你先了解你的
工具它能够做什么，你要怎么样子，就像你用刀，你要怎么样子不会切到自己，或者你要怎么样拿它，在你挥舞的时候，你不会伤到自己人，不会伤到自己，就这些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先去学一下的。好，还有包括像什么资金费率啊，这些东西很多人问的就很基础，但是又有很多人完完全全不知道，他们会说，哎，资金费是不是交易所收了我的钱，是不是什么持仓过夜费，都不是，是你给对手方的钱，就这种东西很基础，但是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一定花点时间去看一看这类的东西。好，这个是它这个基础教程，很多其他交易所也会有这个东西啊，但就如果你不会，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个东西，大家可能看我视频也看得久的人也都知道，我是对止盈止损这件事情要求比较高的，我是希望交易所有很强的止盈止损功能。比如说我这里开了一个0.001个这样的一个仓位，就是一个给大家演示仓位。那它的止盈，像这个交易所止盈止损功能，就 CoinEX 的止盈止损功能在这里也还不错。就你可以根据这，你可以设一个止盈，然后可以设一个止损，然后分别去确定它。那它会给你计算出来当你到了这个价格，比如说我说3万吧，那我可以赚多少钱？我可以赚1.7刀。然后呢，如果它涨回了3万2的话，我会亏多少钱我会亏0.25刀就是这样子。那我看来就还不错你们看到这里会有个止盈止损，止盈止损功能，我不说合约，就说回股票，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成熟的股票的交易员，他都一定会用这个功能，一定会用止盈止损功能，而不是说通过消息或者怎么样那是另一套交易的方式我也不是说那套交易方式不行，但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而你自己能够控制的，往往就是止盈止损止盈止损功能一定要用起来，这样子可以避免你去有过多的损失，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遗憾。说完这些基础，然后我再讲个有趣的东西吧，就是你们看它这里右上角会有一个买盘和卖盘的一个比例比如说现在买是52%，卖是47%，也就是说现在的买盘，它这个数据来源是最近1000笔交易主动买量和主动卖量的一个比例。所谓主买和主卖，就是我愿意去吃单的那个比例，我愿意去用市价去吃掉你上面的单子，或者我现价挂一个相对高价我去吃掉你单子的这样的一个单子的比例。总体来说就这几秒钟我们看这里，可以说是卖盘相对的会强一些总体来说卖盘相对会强一些，那也很正常，因为整个跌下来以后，基本上这几天都处在一个空头强势的这样一个情况。有人他可以根据这样的东西，根据这样的数据去做那种超短线的交易，我不太可以，我做不到，可能我也因为我不喜欢去盯着这样的数据，我觉得很辛苦，但有人可以，那是另一种交易的方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就可以试试它这个功能，看看能不能够帮到你实际上去进行一个交易。OK， 总体下来呢，就是 CoinEX 这边这个它的这个合约的界面这些基础功能我也基本上都介绍了一遍都说了一遍，这也是正好借着它去跟大家讲这些基础的东西，这些在其他的交易场所也都是一样的一个存在。那我自己体验下来，这个锁它的一个交易的体验还是比较顺滑，刚才也说它的深度也还 OK 也还 OK。手续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现在基本上合约交易手续费都会有 maker 和 taker 费这两个东西，也就是限价单和市价单的一个费率的一个不同，通常都是限价单便宜，市价单会贵市价单会贵，因为交易所呢是希望有人去创造限价单的，也就是挂单不是那种马上成交的单，挂单，这样子才会有深度
才有深度，别人才会愿意来这里交易，它是一个正向循环。而 taker 呢，也就是市价单呢，你是要吃掉别人的单子，你就会消耗掉这个 maker， 消耗掉市价单，你就会消耗掉市场的深度，所以它会用更贵的一个费率去限制这种单子，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逻辑。那基本上行业内呢 ，maker 和 taker 加起来通常都在15000到18000左右。那我看这 CoinEx 好像也是18000吧，就是最高的最贵的那一档就是18000，之后你可以通过一些比如会员啊或什么，就可以降低你的一个费率，这个也是可以说行业通用，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基础我觉得说这么多应该已经挺多了。就如果比如说CoinEx 它有些什么活动，像上次那样的活动的话，可以参加一下，或者说有比赛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参加一下啊。这就是我想先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OK， 既然看了这么多啊，正好呢这个 CoinEx 呢它现在是有一个活动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又是针对华人的活动但具体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现在是如果用我的那个下面就视频下方的这个注册链接，你去注册的话，应该最高好像是有2000U 的一个体验金的。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我也简单说一下这个交易所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在上期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在香港曾经跟 CoinEx 的老板是有过一面之缘，然后有吃过饭这样子，所以我也就说一下他的一个情况。当时他这个所好像是在2017年的12月份成立的，然后我呢是他的第一批用户，所以其实我很早就在 CoinEx 这里有注册有开户，然后当时呢我是买了他们的平台币叫 CET。我可以说我是作为一个早期投资者是有赚到它涨的那一波的这些我在之前应该也都有提过。他的老板是一位很实干型的程序员，就 IT 男所以我自己也是个 IT 男，所以我对跟我同属性的人是会比较有好感的而且他这个交易所一直就做到了今天，也做了有5年了，4年多，对，4年多，其实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有点佩服。你看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综合型交易所，就是又有 BB 啦，就是大家所谓的现货交易然后呢也有合约，然后又有这些金融服务什么挖矿空投看法币等等行情就基本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然后它这个交易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有矿池的，叫这个 VRBTC， 这是一个很古老，也不叫古老，就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还蛮主流的一个矿池还挺大的一个矿池，排名全球前10吧，前10肯定有，前5我不确定，我印象中他们曾经排到过前3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矿池。那像它的这些什么刚刚说那个我印象中它还有像这个什么 DOC 金融这个 DOC 之类的，就其实也就是 Launchpad 这样的东西目前来看现在是没有项目但他们基本上都准备这样的产品。就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基本上这个交易所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交易所他们有的产品和功能都有了，接下来就看他们怎么样子去把他们给运营起来，给做得更好像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他们有去拿一些国家的牌照等等，这个大家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你在看一个交易所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去拿一些大国的这种交易牌照基本上如果说他有去拿大国的牌照的话，他怎么说呢，他不是那种就如果是随随便便想要跑路的，或者随随便便想要去关门打狗类型的交易所，是不会花时间精力去拿这些东西的，没有必要所以你再去鉴别一个交易所，它
在这一方面在合规方面是否做到一定程度？你比如说币安呢是基本上把所有的牌照都拿了个遍的，而且它很明显是已经要走很合规的那条路线了，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去鉴别它是否是一个想要去做合规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然后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这个矿池啊，这个矿池我想起来有很多的，其实整个交易所这 CoinEx 的交易所对于矿圈的人来说是很熟悉的，有大量的挖矿的人都知道这个 CoinEx 这个交易所，但是可能对于其他的，比如做现货的、做合约的，以前对于它的了解并没有非常的充分，我想这也是他们目前为什么要推出就 CoinEx 啊，为什么要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针对华人的活动啊等等，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他们也希望可以去继续去扩展他们的业务。刚才呢在讲那个深度的时候有提到一个点，就是有提到说用户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家看到 Bybit 这边这里深度是40-50个 BTC， 而刚才我们看这个 CoinEx 的合约，它这里是8个、10个、9个这样子，这跟用户量有很大的关系。CoinEx 的用户量现在是300万，然后Bybit 的用户量应该是2000多，快3000万这样子。币安的用户量是大概4个亿左右，我说是注册用户啊，不一定是现在的活跃用户。所以你们看到这是3个量级，100万、1000万和亿啊。那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在它有300万注册用户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现在这个深度在我看来也是及格的啊，是及格的。这会让我觉得还不错，还挺好，可以，就是至少你在交易的时候，你应该是可以体会到它这种比较顺滑的一个感觉的。这里呢，我也想就借这个机会稍微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认知吧，就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一个正经的交易所的生存之道啊，就我说的是正经的交易所的生存之道，就不是那种刚才提到的什么杀猪盘啊这些，不是这样的交易所。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心酸的事情的。首先，第一，客户从哪里来？因为竞争对手实在是太多了，交易所太多了，用户凭什么会到你的交易所来呢？对吧？为什么会到你交易所来？你的功能别人也有，那你需要不断的拓客，不断的推广，不断的做活动，而且用户来了还会走哦，对吧？他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会被竞争对手一些新的产品、新的币、新的交易对抢走，这都是很常规的情况。好，就算第二点，就算用户来了，客户来了，怎么留住他们呢？一个交易所它就需要不断的去优化它的功能，然后紧跟市场的热点，推出新的交易对，推出新的交易工具，就新的衍生品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会推出期权啊，然后有些会专注推出这个 Launchpad 啊，做项目啊等等，就很多，你一下都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会被对手超越，就会被对手打败。OK， 第三点，用户呢，他就算是你留住了他在这里交易，比如说你之后你就用 CoinEx 交易了，OK， 平台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的时候，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黑客和羊毛党又来了啊，黑客就盯上了。首先羊毛党他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薅羊毛，那有个这样的逻辑啊，但凡一个活动，一个互联网平台的活动，一定都会有活动的漏洞的，只是漏洞大和小而已，就规则上都会有漏洞，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批羊毛党，他会想办法去钻这个漏洞，去找到漏洞，并且去薅平台的钱啊，这种情况太多了，非常之多。有一些交易所它推出来一个活动，然后就破产了，为什么呢？就被羊毛党把平台钱全部薅光了，就破产清算了啊。当然也有些就那我活动取消啊，保留最终解释权取消，但这样子平台就会失去信誉啊，就其实是很难的，非常难的。然后呢，黑客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去黑交易所啊，这常规操作大家应该也听过很多了。黑客呢，他会黑交易所的后台啦，
会去黑用户的这个 account 啦，会黑用户的账号啦，就 case 太多了，太多了。也许你不知道，就你在看这视频你不知道，对于一个用户只需要30分钟，一个黑客就可以把一个普通用户的全套账户全部都黑下来，全部的密码都黑下来啊！我说是普通账户啊，不是那种你明明已经知道了他很多的就你明明已经知道了黑客会怎么样子来搞你，然后你去相应的去防守，不是啊，大部分用户都不知道怎么防守啊，都完全是小白兔啊，只要一个黑客他想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就很容易做到。因为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在读 master 的时候，我的专精领域就是 information security 啊，我就是学这个东西的，所以我看过太多的案例了，就很容易的。那对于一个交易所来说，要能够防住黑客，要能够防住黑客他黑完之后带来的影响，就去消除这些影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OK，说这么多，就其实还说的只是做交易所这件事情的难度的冰山一角啊，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说了，这期视频已经说的足够的，就很长了啊，很长了。当然我这里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关注一个交易所，或者说你想了解它是否安全可靠，你要关注的是它在安全方面的一个投入，它在安全方面这些相关的事件怎么样子，就是其实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吧，一个交易所但凡它活过3年，它肯定是在安全技术方面的投入已经足够的大了，不然不太可能活过3年，这有点变成小概率事件了。在这3年期间，只要你做大了，一定会被人黑，会不断的有人黑你啊！我说是黑客那个黑啊，不是说这种舆论上的黑。那能够撑过来，你比如说像 CoinEx 这种已经活了5年的交易所来说，这就是它在技术方面投入所带来的一个成果，它肯定是有在这一块去强化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交易所还不错，就是确实我会有好感，结合其他就是刚刚说的这种综合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会对这个交易所会有一些好感啊，就像我会对有些交易所会有好感啊，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去说那么多了，我对谁有好感这样子啊，我觉得都还不错，是挺好的。那说回这里再说回这个合约交易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啊，就是合约其实本来是一个蛮有门槛的一个交易工具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好它的，也更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靠合约去赚钱的啊，亏钱的人永远都是多数，这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亏钱的永远都是多数，所以如果你要去看一个平台它的这个合约功能做得好不好，首先你看它是不是简单易用啊，比如说这些功能是否都齐，刚才我都有说过了，然后它呢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个用户的一个教育啊，这个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关键还有就是好像这个时候也不需要 KYC 就可以去做合约交易啊，现在有些交易所是必须你要完成了 KYC 才能去做合约交易，那 KYC 的东西其实会对蛮多人会有影响的啊，这里我就不去具体说什么影响，就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第二点就是看它的交易对是不是足够的一个丰富吧，你像这边 USDT 的交易对我觉得是很多了，非常之多了啊，已经不错，主流的基本上都有吧，这个就看个人喜好，很多人都是会有自己喜欢的币吧，比如说有人就很喜欢做那个狗狗币，就喜欢做 Doge， 我是除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有去在 0.7 的时候做空 Doge 之后，我就没有再怎么碰这个币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好，就它不是很好把握，我觉得不如去看比特币这种它盘面很大就可以非常充分的这种自然博弈的这种交易对啊，然后就是
你要去看一个所，它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价格什么意思呢？通常现在所啊基本上都会采用标记价格，也就是它会实时的去获取市场上主流的一些交易所的价格。这个是什么作用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值都加到一起，然后去根据它的权重去求一个平均值，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某一个所的单一情况去产生差增的情况。我说差增不是说那种什么15分钟上下1%、2%这样子啊，那种不叫差增，真的差增是那种，比如说现在你看到是31585，突然一下它可能拉到了38000或48000，这种叫差增啊，这种叫差增。如果是单一所的话，如果一个所它就是用自己所里的价格，所谓市场价格去做这个事情的话，一旦它盘口的深度没掉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有可能突然来一个很爆炸的一根针啊，这是大家稍微有点经历的人、经历的交易者都一定看过或者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它是用标记价格，像 CoinEx 它应该就是用标记价格的，如果它用标记价格，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啊，就不会被市场不会轻易的被这个干扰到，价格不会轻易的被这种剧烈的波动干扰到啊。OK，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有些交易所会爆雷。所谓爆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比如用户他要提现的时候，那不让提了。为什么不让提呢？因为它没有100%的一个备付金。如果他把用户充的钱挪去了做其他东西，或者是就是给挖走的话，那么当用户要提现或者是出现大规模提现的时候，就会出现挤兑，跟银行一样，跟银行被挤兑是一样的，那就会给不到钱给用户，就没有办法提现。那据我所知呢 ，CoinEx 它是由100%的去准备这个备付金的，也就是你用户放了多少钱进去，它就会放多少钱在那里。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这种做法也就是一线交易所的一个做法，基本上一线交易所都是这样子的啊，不会说在这里面去加杠杆或者是抽掉头寸这样子，是不会的啊。那这样子呢，也就杜绝了一些内部的，比如说贪污腐败啊，或者是内部的这种挖墙脚，所谓老鼠仓啊等等，这种情况就避免掉了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种平台的一些它的博客或者是一些新闻，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就有做哪些改进啊，包括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有发平台币的，他可能就会去讲到他的这个平台币的一个销毁的情况啊等等，比如说这个 CoinEx 它就会公布它的 CET 的一个销毁的情况啊等等。基本上就这些啊，然后我感觉今天讲这个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这就当做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教学视频吧。然后呢，我也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作为一个交易者，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市场，那么亏钱，就如果真的亏钱了，我的话我认，但是你这个平台一定要是公平公正，不要黑我的钱，不要搞小动作，这是我的基本要求。就我做多做空，我赚了我亏了我都认，但是不要搞我啊！我认为这样子就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交易所了。OK， 那这期视频呢我就先说到这里了，可以说把合约交易里面的很多的基础知识包括这个就针对 CoinEx 的一些历史的背景也顺带都讲了一下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基础知识的一个储备吧，将来在你去选择平台或者是去进行交易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些就至少记得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些东西，希望能够帮到你。然后像 CoinEx 它现在有一些活动，刚才有讲到，就是如果你用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注册的话，应该是会有最高2000U 的一个奖金这个体验金。那这个体验金应该是可以实际去交易，然后赚的钱都归你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还不错，还 OK。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然后也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的一个中文社区，有问题就去里面去问他们的客服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挺不错。我估计他们接下来针对华人社区的活动
也会比较的多，比较充分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信息啊，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注册去参加一下。OK，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谢谢，拜拜。